桂鱼。我已经闻到了一点臭味，你没闻到吗？对，我刚刚也闻到，我刚刚有突然有个什么味道，我刚好突然闻到个味道。太臭了，我要受不了了。What's the smell, right? Yeah， 是不是有人做臭鲑鱼啊？这味道从哪里来了？我就想做这种烧臭鱼啊。原本这个呢是安徽菜，但它要用发酵自然臭的鲑鱼。到了湖南这边呢，有一些比较快销的这种餐饮企业呢，开始用臭豆腐腌制。这个是臭鲑鱼，对不对？对。所以刚刚那个味道就是从你这边传来的吗？对，必须的。可以给他闻一下这个。这是什么？那个臭的啊，臭的。我也闻到哦，这是 That's no. Wait. Oh, really? 被呛成这样，要命了，还吃吗咱？好上头啊，他们。哇 Oh, this is the smell. So you marinate with the fish? Yes. 哦。我慢慢接受这个味道。没有。这个后劲。你说话的时候已经有了，真的假的？已经有味道了。有了。来一点。我试一下哈，多蘸一点香啊。那么臭吗？快臭吐了。你闻闻你手上。给我湿纸巾。我也要。有湿纸巾吗？拿点湿纸巾。You touch it? We tried it. And then your mouth gonna smell like. Yeah, you probably not won't talk to me no more. 你试一下这汤。太香了，激发出味道。腌的比较透的臭鳜鱼呢，大火烧制就可以了。但是咱这不是腌的时间短嘛，多炖一下。然后呢，配一点调的这个臭豆腐鲜辣汤来煮这个面。来喽，等不及了。Let's see how strong it is. Let's see how 臭 it can be. 哇，好漂亮哦！好想先闻一下。大家就围着吃起来热闹。哇，这热气腾腾的感觉。中餐嘛，是希望这个鱼能热一点。经评委们进行打分。经过评委团的打分，张志成厨师最终的评分是8.7分。他擅长的是淮扬菜，我擅长的是川菜。他们两个的派系非常的明显的。传统淮扬菜当中有一个叫花江鱼丝，我是拿桂鱼把它去骨切丝。最关键的是要把鱼丝切好，上浆上好。化鱼的过程当中，就是要让鱼的水分跟盐充分吸收。除了淮扬菜这个技艺里面有点根基的师傅呢，就复刻一下。一般师傅是他复刻不了。你做完鱼丝的时候，就一锅糊，炒出来鱼就跟那一个浆糊一样。我们炒出来根根挺的。我把这个桂鱼呢，跟瓜浆、豆芽、卤黄瓜同炒，让它的鲜脆充分的融合起来。还做了一个面条，苏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叫两面黄。我用大翻锅的形式，在锅里面先炸后煎，把它变成两面金黄，加上这个螃蟹跟虾肉的鲜提的汤，南瓜泥加到这里面，充分的融合江浙的江和湖海鲜的平衡。高压锅里面用了鸡脯肉进行了烧汤，
淮扬菜当中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三少汤，把汤要跟茶色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搭配。鱼香味是经典的一个川菜名菜。鱼香肉丝没有鱼，那鱼香味哪里来的呢？鱼香这个风味以前就是做鱼，把鱼拿开之后，我们拿这个调料来做成了各种各样的鱼香味。对鱼的处理是采取蒸的方式。其次呢，就是炒鱼香料，这里面有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泡辣椒。今天用到了四川乳酸菌的泡辣椒，它是一种延绵，会有一种食欲的这种感觉。把姜三鼻子炒辣椒炒香，然后加汤，然后加调盐、调醋、调这个糖。同时的话，我配搭一个荞麦面，因为鱼香它拌饭和拌面是最好的。我把这汁儿淋到上面。好，这道汤呢，淮扬菜当中也叫大猪小猪落玉盘，它是拿桂鱼的肉做成了像珍珠一样大小的丸子。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呢，是桃花流水桂鱼肥。桂鱼一直是江浙流域的特殊的食材，精致的淮扬菜其实取材都是很普通的食材，让它平中出奇，淡中有味。这太鲜了，你是不是要打出最高分了？我觉得我要了。哇！请评委们就这道菜进行评分。上一趴我是选的桂鱼，徐老师点名命题桂鱼，其实我这个压力挺大的。你这不给任何人留余地的感觉。评分结束，请评委们公布分数。平均分是9.1分。我告诉你，大家可都很厉害啊！你都知道大家怎么做了吧？大概问了一下，他们都是大火高温烹饪，所以我西餐就是会相对比起来会有点小清新一点。因为没做过桂鱼，不知道它刺的大小分布，我们处理起来确实需要更多的时间。片成薄片，放酱油啊、柠檬啊这些去腌制。把鱼骨炒香，黄色的番茄、樱桃番茄、牛心番茄3种番茄榨成了汁儿，直接冲进去。然后将腌好的生鱼片铺在饭上，用喷枪烤至半熟。因为这个饭它是相对于比较软糯的嘛。然后鱼呢是有点 Q 的，所以我需要一个脆的东西，放了一个脆的炸过的水花柳。腌鱼的这个鱼汁，我把它打了一个泡沫，因为我不想让它太负担，我就会用轻的一点。首先，鸡肉去煎到表面金黄，再加一些文蛤去提鲜，再洋葱、西芹、胡萝卜炒香，加入料酒，还有鱼骨，然后一起去炖。蘑菇配鱼其实是口感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鸡松茸啊、白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蘑菇的放进去，再去炒制这些蔬菜，加入熟饭一起在砂锅里炒出香味。
然后去焖饭，然后会把所有的精华都焖在饭里。最后的话也是有用到了腊肉代替猪油的部分。焖饭，饭上面的水蒸气扣盖儿以后，它会在里面形成蒸的这个感觉，所以让它更有这种原汁原味的感觉。请您慢用。哦，谢谢。这道菜的话，结合了海洋山珍和陆地的一个汤汁去做的一个烩饭，搭配了香菇和腊肉，还有我煎的一个桂鱼。鱼的口感有点淡，饭我觉得不够入味，然后再吃到大颗的菇类，觉得也淡了一点。这些东西它没有一个冒头的东西，反而都是平的。我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鱼它非常厚，正常鱼20分钟差不多了。那确实是因为第一次处理，不知道它这么厚，所以说它腌味道的进去的话，可能稍微有点难，然后稍微有一点就是味型上稍微淡了一些。经评委们进行打分。甜咸全能王最终的平均分是7.88分。谢谢。谢谢。因为我的主修是意大利菜，所以我还是做了 risotto。米的余热会加在这个鱼片上，然后我再用喷枪喷了鱼本身，所以整个鱼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 Q 一点。饭的味道很丰富，有弹性，有咬劲。那个鱼弹弹的。I feel the tomato and the foam is too powerful for this small slice of fish. 我有点找不到鱼的感觉了。鱼的这个比重在这整盘里面好像稍微的淡掉了一点，所以这是比较可惜的。经评委们进行打分。毛心最终的平均分是8.15分，现在是排在第5位。谢谢，谢谢。打下我们的那个，哇哦，做的呢会是一个用青花椒去撅的一个方式去做了这个桂鱼。这个看起来好精致。关键他把这个底做的也好啊，下边的那个告诉你他用的食材是什么啊，然后你可以先这样打开闻一下。贴桂花鱼，贴上海人叫锅贴。他用了那个柠檬皮。好清新。撒一点酱。面膜呢很酥脆，它底下是脆脆的，然后就像一道小点心。起码你的菜也不行。完了，被点了。趁热出来的时候切开它，然后在炭火上直接烤。Looks very good. 将牛油果、玉米、海椒、洋葱、番茄做成沙拉，用来解腻。
大家可以像这种 family style， 然后去享受这个，也可能是我的最后一餐。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你最后一餐？你这个自信心都没有吗？我一开始的时候很没信心，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做出来，甚至。Oh, confident now? Yes, much. 如果它再有一点点那种辣椒粉啊，或孜然粉啊，就有点那种蘸料。我没放，因为还是想守住我的底线。请评委们开始为这道菜打分。在1个半小时内能够完成这个，我已经满足了。现在公布毛心的分数，他的平均分是8.4分。然后用姜、葱、香料、花椒、辣椒进行香料卤水的方式，高压锅做到20分钟就可以了。卤完之后拌做椒麻，本身这种带内脏或者是边角余料呢，它有相互互补的作用。用葱叶加花椒做椒麻，葱叶清香味和花椒的麻味充分融合，产生一种裂变的椒麻味。And this is the sauce or a dipping, or he gonna put in later? 这个是打成酱 sauce 啊，好期待。好 Looking forward. 这个很香。对啊，辛苦。谢谢。周老师，为什么那个徐老师去之前要切，现在我们回来他还在切，这为什么要切？它的主要味道就是靠这个。啊，那不是要切这么久吗？要把花椒的味道全部弄出来。哦，要表现去把它。对，粉碎机不行，估计。啊，粉碎机打出来不一样的。对，它太稀了。就打成止水都打出来。对的。出水了。Still chopping. 哇，快了，再卸。天哪 ，Long time. 手工劳动啊！哇，这肯定练得很大呀。像厨师有时候还是要有点力气。Strong. 爽。When I first saw he was chopping, I didn't think much. But when 10 minutes passed, I look at him, he's still chopping. And then another 10 minutes passed, he's still chopping. I'm like, wow, he's very hold to his traditional ways of doing things, because that's become like a paste already. But this one is like chopped but mushy at the same time. So I think that's why he really stick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chopping like that, because he want that particular texture. 但是呢，老做椒麻，大家都这样做，规规矩矩做了几10年，有没有突破？本身这次比赛胜负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能不能够有突破？在传统的技法当中，味道当中有突破，我就试着去对比水果。猪舌做进椒麻之后，就留在口腔的浓郁度会高一些，用水果这种酸度去解它，我觉得是适合的。徐笑红，你还有3分钟时间。我判断了一下，因为当时可以选菠萝，但是菠萝有个问题是水分太重，还有小番茄、李子，但是都不太适合，所以就直接选了黄桃。黄桃偏甜，实际上有些山野之味的话，跟这个配合在一起是比较好的。我觉得不管是比赛还是在餐厅，一定有创新。在一个紧张的情况下，在一个想突破的情况下，灵光一闪出来，我觉得挺好的。请徐笑红前往评审区进行分餐。我觉得他会吃到我们的舌头都像被椒麻了一样。凉菜，这么精致啊！我这个是椒麻猪舌配黄桃，椒麻就是用花椒和葱叶调的清香麻的味道，因为黄桃偏甜，还有这种碱液的作用。老师，他们是要放在一起吃吗？对，可以一片这个一起吃。红烧肉烧猪舌，淮扬菜啊，在制作红烧类菜肴的时候，它的糖分会少一点，一般是用的冰糖，炒制糖色。
那红烧肉的滋润，让这个猪舌的这种油脂感更强。加了一个花生，妙舌花生，好事发生。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能把它做得更好。终于好了，我再做个包子给你尝。哦，要命了啊！哦，tongue dumpling. You always surprise us. Yes. Yes. What surprised me the most is how he managed to do the bun in 90 minutes. Because usually bun you need to rest the dough and let it rise and then prove it. 以前都是老窖调好的就提前和好，3个小时、4个小时让它慢慢醒发。那现在的工艺就是用泡打粉醒发，泡打粉跟酵母醒发，只要在温度适宜的40-50度的环境之下，20分钟就可以。我说是简单，但真正你要去做的时候，你们那个手感，3光、面光、手光、案板光，那个动作练好就 OK。和好面了以后，放到了这个万能蒸烤箱的顶上，用白颜色的布一盖，就等于像被子一样的，就把这个温度完全的锁住在里面。我一摸，温的正好30-40度。烤箱的温度是无法控制的，烤箱外面的温度是可以控制的。它这个烤箱外面的温度正好是酵母醒发的温度。你要在特定的温度之下，还不一定能把酵母醒起来，因为酵母它是一个活性的，你直接放烤箱里去烤它，它的酵母不一定能全部发出来。20分钟面好了，拿出来以后发得很好。来吧，兄弟，开干！包包子吗？包包子啊，真厉害，这真牛啊！在馅料里面是可以包万物的。面点确实厉害，尤其中式面点，只要你有面，就什么都能做。对。哦，还生煎，嘿，太卷了啊！太卷了！我能出去摆摊吗？可以了啊！我卖串，你卖包子嘛，咱俩一起。哇，这是猪血包啊！对，太便宜，可以，可以。徐老师，啊，可以，没问题。这2道菜我是溯源传统，融入了淮扬菜的传统技艺3头宴的手法，把精致淮扬的鲜、甜、烂、软、酥体现出来，充分体现了它的传承，它的工匠精神。好，1、2，走。老师好。您好。Hello。谢谢。这2道菜，一个是煎的方式，一个是红烧的方式。当你感受到酱香浓郁的红烧肉跟猪舌在一起的口感，猪舌入口即化。猪舌的味道很软嫩，很入味的。The tongue is very soft. 这皮真的直接就化在嘴里了。哇，好嫩哦！怎么可以嫩成这样子？一咬就直接就裂开了，然后这里面还是有嚼劲。猪舌的口感弹弹的，有韧劲儿的，我咬下去，它在我嘴里瞬间碎掉了。我觉得真的是太惊艳了。我想知道上海菜的红烧肉和扬州菜的红烧肉有什么区别吗？淮扬菜啊，它的糖分可能会少一点，在炒制糖色的时候，我们一般是用的冰糖，都能吃出来，太好吃了。绝了！所以这个猪舌也在包子。对，我把它切成了小丁，给大家看一看，能拍得到吗？对。外面那个皮真的是很厉害。好吃，毫无疑问。蒸煎它底下是脆脆的，然后中间是糯糯的，轻轻咬它就化掉了这种。完了，我的最高分又给他拿走了。高分收割机这是。包子我可以再尝一个吗？因为我刚才没试试什么味儿。可以，我拿一个给你。有几个来几个吧。送你一个白牙。谢谢。哦，谢谢。
看那外面那个，哇，弄的真的是。要不要给你切一半？谢了，兄弟，来，感恩你，哥，猛猛吃啊！不够，让我踏上不回头的路。别回头了，不回头吧就。对。评委品尝完毕后，请给这道菜评分。哦。现在公布陶晓东的分数，他的平均分是9.1分。一直处在淘汰位，心已经凉了半截了。第一轮我排在第一嘛，到了第3轮呢，我是排第3名，起起伏伏，会有压力。最后2名你就淘汰了。谢谢，陶老师，我都快成你粉丝了。我就觉得，从上午的菜到这个红烧肉和猪舌和这个生。是既美味又安心。我觉得您的水准一直以来都真的是非常的有底蕴。我觉得这个底蕴也是您自身这么多年去研究美食、去热爱、去深挖所有的我们中华美食文化的意义，所以您能够贡献出这么好的作品，我觉得真的很让人感动。这道菜的名字非常好，妙舌生花。祝各位老师一路生发，一路发发，谢谢，谢谢。油，太油了，师傅，这不好比啊，这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个1个半小时，包子也包出来了，这太狂了啊！混饭吃的，甭管好吃不好吃，你这速度现在可超神了，在行业内。这生煎包太快了，8克酵母发这么狠，拿什么发的？因为没醒发香。你现在这个做饭有点让我刮目相看，这神速了已经。那小胖看我的是不可思议，你这个速度不可能，一般的厨师是不敢做的。我呢有3年做面点的经验，那时候我才刚刚20多岁，进厨房的第一件事情，先去和3年面，那跟面打交道是完全一个拿手绝活。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我的大脑一片空白。It's pork tongue。这个食材真的是我没有做过，就完全没有理解。你知道厨师有个习惯，就是当你遇到你完全没有吃过的食材的时候呢，我们会先白水煮熟，然后去尝一下它，才决定它怎么做。味道是食材本身带来的，通过什么样的技巧来让这个味道最大的能够让客人品尝到，这才是厨师的工作。我就想用更自然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先料酒焯了一遍猪舌，再用蔬菜的边角料用高压锅压一道，腥味给处理掉。
再会有一个日式的出汁，还有一些蘑菇，然后很多的酒和料酒，做蔬菜汤。猪舌煮过2遍以后呢，再放入蔬菜汤里面继续煮，最后再放到高压锅里压1遍，最后会用到了一个日式的打细去做了一个调味儿。食材和食材之间，它是可以去融合搭配的，没有就一定是需要人为带给它的干预。所以我想能够之后带来菜品更自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真的食材的风土。请花茫茫大厨分餐，很健康的感觉。他总是出其不意的啊。这是一道冷菜还是汤？我其实很期待花茫茫的猪舌，因为我上午被他那个辣椒的 butter 给震撼到了。哎，我觉得他很聪明。花茫茫大厨在他前2轮比赛当中，其实发挥的还是很好的，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其实还挺高的。我在最大化保留猪舌本味的基础上，用了很多天然的蔬菜，去赋予猪舌本味以外自然的鲜甜感。经评委们进行打分，肯定还是一直想赢下去，一直在最后1名的位置上，真的让人很有压力。离晋级就差1位，希望能尽快摆脱淘汰的压力。花茫茫大厨的平均分是7.7分。其实我特别期待你带来的菜品，但你知道我第一口喝这个汤的时候，我没有任何防备啊，我这一大口下去，我现在嗓子还是紧的，就是它真的太甜了，它甜的有点不合理。它没有让我觉得它的本味很浓，而是调了过度的味道。Vegetables on the dish is like vegetables that you use to cook the stock, like mirepoix. So for me, the vegetable is like mushy already. I think this round he really messed it up. 好，谢谢。意料之内，我给我自己打分的话，5分都没有。当你做你熟悉的食材的时候，我的排名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当遇到这种完全不熟悉，然后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我可能整个呈现出来的东西就很差。我觉得在临场发挥这方面还是挺欠缺的。我是挺忐忑的，你凡是跟内脏有关的，我都是不吃的。对于我来讲，一个不喜欢的食材，其实会有点后怕。现在就像到了一个鬼屋，给你来个惊悚感觉。我开始做这道菜的前5分钟，这个菜品最终出来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用90分钟要去把控一道我完全没有碰过的原材料，无论是心情还是心理上，都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作为一个厨师，我必须要去烹饪每一道食材。如果这是我不使用的菜品，我想要吃的话，我会做出怎样的口味？最后，我还是希望用自己传统的烹饪技艺，加上自己喜欢的口味，用红烧的方式来烹饪它。因为我知道它的质地是非常紧密，然后在短时间里面你要给它吸到很多味道，那我就要通过2次去处理它的味道。在锅中烧一个卤这个猪舌的卤水，然后一起倒入高压锅中去压了25分钟。第2次加工的时候，我有把那个独蒜有给炸过，去熬了一个烧猪舌的汁水，有姜片、金葱段和干辣椒，制成了一个酱红色的汤汁，让它慢慢收浓。然后把高压锅里面煲好的猪舌再倒入这个浓汤里面，
让它再去做一个套味。然后套味的同时，我又加入了之前熬的那个香油，用葱去调了一个香油。那我就觉得汁水的香气肯定是 OK 了。用平底锅煎制配菜的小蘑菇跟彩椒，等收汁定型了以后，那就可以去摆盘了。秦卓南还有最后6分钟，还有6分钟，6分钟，还有6分钟。他说什么我听不见，他说什么我听不见。当时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所以对外界的反应很迟钝。还有6分钟啊！6分钟。OK， 因为也是最后一个环节了，我对自己有一个极限性的硬推吧，也是我把自己推到了一个紧迫和紧张的一个阶段里面。最后20秒。极限挑战自我去完成这道菜品，是我那么多年的仅有一次。经秦卓南进行分餐。这个菜的名字是刚起，叫“我愿意”，因为这个食材是我不食用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厨师，我必须要去烹饪每一道食材，我就做了这么一道我愿意吃的口舌。谢谢。为什么流眼泪嘞？因为每一次选择其实很难，特别是要面对自己一个怎么讲，可以是去挑战自己的时候，它可能就像一个过山车，是一种胆怯。但是我在努力，愿意为我的职业，愿意为我的烹饪，我的理想去一直去付出。当这个菜我在装盘的瞬间，我觉得我战斗到了最后1分钟。I cannot see people cry. 他在哭之前，我看他很专注的在做菜，我一点没有察觉到他是带着情绪的。直到菜端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绷不住那一刻，他真的是有在用自己的意志和对这个烹饪的热爱支撑他完成的这一道菜品。就我今天的那几个环节，其实就是我说了嘛，有上有下，到最后其实我一直是紧绷在那里，我是挺忐忑的。是这个菜取名我愿意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告诉了自己，我今天可以画一个句号。我也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得挺好的了。继续。The most thing that impressed me is that she admits that she was facing challenges, but she didn't give up. 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ecause there's going to be times that you feel you cannot turn anywhere anymore. But if you never give up, I'm sure there's going to be light for you to walk to. 经评委们品尝。
品尝完毕后，请评委们就这道菜进行评分。评分让我挺担心的。秦卓男平均分8.57。我觉得你也不用太自我怀疑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水准之上的，这还是水准之上的。我觉得那个猪舌，它其实你烹饪的时间节点非常好，2块都是很软糯的，配的蒜，配的那个蘑菇、辣椒和这个蔬菜很清爽。 The sauce really enhanced the flavor of the tongue. It looks sweet, but it's not too sweet. So I think for first time she did really, really well. 是的。孤零零剩我一个人了，就感觉全村的希望在你身上。哎呀，就压力蛮大的，对，压力蛮大。然后这个猪舌，我自己确实没有烹饪过它，因为猪舌的处理其实非常的复杂，在处理上面就是耽误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怎么去给它味道，你还是知道的，就是时间概念，把控它是有点压力的。我是最后一个，所以呢，不管选什么食材，这一场都要做姜辣风味。因为大家吃了很多的桂鱼，这个我想综合一下大家体内的寒性，姜辣是祛湿的作用。姜辣风味猪舌的烹饪方法，首先要调制卤水，这里我们用到的香料是八角、桂皮、香叶、白芷等香料，以及一些蔬菜，洋葱、香芹、葱姜，然后进行调味。再次将猪舌放入卤水中，用高压锅压制30分钟，确保猪舌充分入味。第3步，炒至姜辣风味，锅中放入姜片、干辣椒，煸出香味。倒入卤制的猪舌原汤汁，将卤好的猪舌切成厚片，跟姜辣汁一起大火煮沸，汤汁收稠即可。江湖食人鱼还有最后3分钟。有信心还是有信心，就是时间让我没有信心，把控时间是有点压力的。江湖食人鱼还有最后1分钟。于大哥这个手抖，就到最后装盘的细节就会受到影响，就是耽误时间。你要摆上去，老摆不上去。还有最后30秒。还有最后10秒的时间。吓我！请江湖食人鱼进行分餐。品尝完之后，请评委们进行打分。评分结束。我很喜欢那个湖南菜，然后姜辣这口也很久都没有吃到这么正宗的了。我个人很喜欢这道菜。我把所有的姜都吃完了，那个姜真的很好吃。它辣了不燥，叫辣不燥，那说明你这个辣调的是非常的到位的。我就老实讲了，就不错吃，但也没有特别好吃，就是这个口味有点单调。它相对来讲，确实在口感上我会觉得普通了一点，就它的层次不够复杂。And when I taste it,
it has flavors, but I feel the glaze didn't really get through to the pork tongue. 江湖食人鱼最终的平均分是，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共同奋斗过的宿主们。我想走下去，会有些忐忑吧，但这种时候只能相信自己了。江湖食人鱼平均分8.48。毛新老师只跟江湖食人鱼差了0.08。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毛新的啦，他让我有原来猪舌可以这么美味的那种感觉。很开心能来到白厨大寨，经历了很多嘛，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厨师朋友，看到各位前辈、同辈或者是后辈，能感受到同行之间的力量的传递吧，所以很珍惜这次机会，也希望留下的5个大厨继续努力，争取夺冠。感谢毛新，请毛新离场。怎么样？你走了，我们不好玩了啊？好。走啦！加油！我觉得淘汰不是一个特别可惜的事儿，因为冠军只有1个。我来了就是想展现我想展现的东西，我想通过这个食材能够阐述一些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理解，可能就够了，无所谓输赢啊，反正我想做的就做了，我想说的说了，就可以了。花莽莽真的让我很惊讶，我觉得他未来一定会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厨师。很开心，就是我觉得我能走到这一轮，我已经很幸运了。在这个不长的时间里面能够认识各位，是我觉得来参加这档节目最值得的事情。很荣幸认识大家，谢谢。花莽莽大厨，请离开现场。我其实一个不是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但这次来真的，我们宿厨的队伍就是宝岛，还有于哥，还有欧吉哥对我这种照顾，真的是我很多年都没有感受过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收获。